人生百态，娱乐开怀，欢迎收看谈笑余生。2岁识得签字，小学疯狂跳级，8岁就上初中，12岁时竞赛奖状拿到手软，更是在13岁时高分考入湘潭大学物理系，17岁时中科院硕博连读，完成许多人几十年都难以实现的梦想。然而这样的他却被自己的母亲指着鼻子骂道：你怎么不下地狱？这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。从出生的那一刻起，魏永康就被母亲倾注了所有的期望。魏永康的父亲曾经是一名军人，但是由于在战争中负了重伤，导致他的下半身瘫痪，后半辈子只能卧床由妻子照顾。因此一家人的生活只得由母亲一人苦苦支撑着，生活得十分清贫。魏永康的母亲当年也是一个知识分子，在那个教育不发达的年代考上了大学，但是由于家里条件实在贫穷，供不起他读书，因此还没来及上完大学就步入了社会。如今的他只是一个在普通超市打工的人。或许正是这个原因让他心有不甘，就将所有希望都放在了儿子身上。他对儿子的教育格外的重视，下定决心不管家里什么条件，一定要让孩子把书读下去。即使生活的担子再重，魏永康的母亲也努力坚持，每天起早贪黑的工作，省吃俭用，只为供儿子读书，希望他长大之后可以成才，走完自己未尽的学习之路。魏永康刚刚出生没几个月，也不管他听不听得懂，母亲就开始给他读一些古诗，讲一些历史故事，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启蒙教育。不知道是启蒙教育真的起了作用，还是魏永康天生就有一个聪明的头脑。才2岁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认识了1000多个汉字，还会算加减法。这样的学习速度让人震惊，周围邻居也称之为神童。魏永康的母亲看到儿子如此争气，很是欣喜，觉得儿子天生就是学习的料，于是更加重视对他的培养。4岁的时候，魏永康的母亲开始教他小学的课程，而他仅仅用了2年的时间，就将其他孩子6年才能学会的知识全部学会了，并且以优秀的成绩顺利从小学毕业。从那之后，魏永康就一直走在跳级的路上，甚至在12岁的时候直接跳级到湖南省的重点高中上学，让很多人惊讶不已。在读高中时，老师都对这样一个天才儿童感到震惊，表示自己教书这么多年都没有见过这么聪明的孩子。而这样聪明的孩子自然也不负众望，在13岁的时候就走进了高考的考场。不出所料，这一次他又惊艳了所有人，以优秀的成绩考上了湘潭大学的物理学专业。当时整个湖南省都轰动了，各方媒体纷纷前来报道他的消息。但是魏永康的母亲对于这些采访并不在乎，面对儿子这样的成绩，他似乎还是不满意。大学毕业后，刚刚17岁的魏永康在母亲的安排下继续他的学习之路。由于本科成绩优秀，毕业之后他在老师的推荐下去了中科院的高能物理研究所，开始硕士博士学习生涯。这般顺风顺水的人生简直让所有人羡慕。坚持这么多年的付出，魏永康的母亲终于看到了回报，儿子去了大城市，家里的命运终于能够改变了。那时候的魏永康是整个湖南华容的骄傲，家长圈、教育圈到处都是他的传说，报纸上把他称为东方神童，民间说他是文曲星下凡，所有人都坚信这样一位天才少年日后必定前途无量，会成为国之栋梁。但是没想到事情还有转折，这个被人看好的天才儿童在半路跌落了神坛。来到中科院意味着魏永康要一个人在北京开始独立学习的生活。从小到大，魏永康都是在母亲的保护下成长的，他的人生目标只有学习2字，其他生活能力、处理人际关系能力、独立自主能力完全为零。但是力图培养儿子成才的母亲却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一点。更深一步的学习也意味着魏永康要独自与这些教授同学相处，要自己一个人管理自己的生活。曾经为了节约他的学习时间，甚至吃饭、刷牙、洗脸、系鞋带都是母亲在照顾。
在新环境中，魏永康甚至不会洗澡，更是不知道吃什么饭。在大雪纷飞的冬天，他穿着单薄的衣服，凌乱地站在寒风中。平时的试验活动等都需要与人进行交流，但是魏永康却做不到这些。每次一有讨论，他就默不作声，导致试验无法进行。不出所料，因为长时间交不出毕业论文，他自己的心理也承受着巨大的打击，而且很多专业课的成绩都是0分。最终，他因为无法完成学业而被中科院劝退。被劝退学的魏永康感到十分挫败，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每天沉浸在电脑游戏的世界中，将自己关在屋里，一关就是一整天。面对母亲的批评，他甚至还多次离家出走。虽然最终都被找到了，但是从这些行为中可以看出，他的心理和性格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扭曲。得知这个结果之后，所有人都感到了震惊。魏永康的母亲受到了沉重的打击，他无法接受当下的结果，对儿子失望透顶，甚至说出了巴不得魏永康去世了才好这种极端的话语。除了学习，家里所有的事情魏永康都没有参与过，每天要做的事情母亲会早早安排好，而他从早上开始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看书一整天。有同龄的孩子来找他玩耍，母亲也会回绝。魏永康一直以来都沉默寡言，仿佛一个没有感情的读书机器。对于所造成的结果，魏永康的母亲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。他在采访中表示，之前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魏永康着想，以他的头脑，这些生活的技能随便一学就应该学会的，但现实和他想的完全不一样。他无法接受这个结果，因此对儿子恶语相加，说出那样的话。这件事情经媒体报道之后，社会上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。大部分的人认为魏永康的母亲太过于偏执，自己没能完成学业，想要儿子完成的执念蒙蔽了他的双眼，让他这些年对待儿子的行为太过于偏激。一个人学习成绩再好，但是没有生活能力，没有道德品行，也是万万不行的。来自外界的多方批评终于将魏永康的母亲唤醒，他也从曾经的执念中走了出来，意识到是自己多年以来的错误教育才导致了这个结局。最终，魏永康的母亲决定带着孩子从头开始，忘记自己曾经那个天才的母亲的称谓，让孩子从基本的生活技能开始学习，变成一个能够独立生活的成年人。魏永康也欣然地接受了心理医生的治疗，开始体验了一种全新的生活，学习到了之前没有学到的生活技能。2005年，重新振作的魏永康报考了湘潭大学物理专业硕士，遗憾落榜却没有言败。同年，他到了上海一家航天研究机构上班，并在那里认识了自己后来的妻子。2007年，魏永康在深圳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，妻子也跟他在同一家公司。两人于2008年结婚，并育有1儿1女。妻子表示，丈夫早已从木讷的神童变成懂得生活的丈夫，并非传言中那么不近人情，变得开朗了很多。现在两个人过着普普通通但却幸福的生活。妻子还公开了丈夫的照片，照片中的魏永康搂着女儿，发福了不少，父女俩都笑得很开心。就在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，一则消息再一次让人们惊讶。2021年11月17日凌晨，富碧在天涯论坛发布讣告，魏永1983年6月17日出生于湖南省华容县，2021年11月9日突发疾病，与世长辞。我亲爱的丈夫生前得到过许多亲人、同学、好友与网友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热情关怀和无私帮助，在此我们全家表示深深的感谢。同日上午11点17分，富碧发布回帖，我再也见不到你的笑容了，配图是魏永康与女儿的生活照。魏永康的一生传奇过，落寞过，平淡过，无数次轻生未果，谁知最后居然因为病痛永远地离开了世间。听了他的故事，想必很多人的心中都会泛起阵阵酸涩。小时候的他虽然聪明绝顶，但是从未有过自己的想法，一切活动都是在母亲的逼迫下进行的。好不容易找到自我，却以如此方式离开。或许如果他的母亲没有那么急于求成地逼迫他，他这一辈子哑巴亏还不敢说话。
这个天才少年到底是谁？他又是因为什么能够让美国人花200万挖他呢？陈家树出生于浙江宁波，从小就是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，从小学习成绩就非常好，不管是同学还是老师，提起来他都是竖大拇指。高考之后，他同时被香港大学和复旦大学录取。此时陈家树陷入到了抉择之中。一开始陈家树想要选择香港大学，但是他没有拿到全额奖学金，所以想要去香港大学读书，那他的学费、生活费等已经超出了他们家所能承受的范围。陈家树家中条件一般，当时复旦大学承诺了奖学金，于是为了家中考虑，他选择了复旦大学，并且在大学当中依然保持优异的成绩。上天总是眷顾好运的人，在复旦大学读了1年书之后，刚好赶上香港大学到内地招生。此时优异的陈家树被香港大学注意到了，于是提出了请他去上学的事情，并且还给出了全额奖学金。陈家树非常高兴，最后他还是去到了自己心仪的香港大学。在香港大学期间，陈家树可是学校的风云人物。去香港大学之后，他选择了电子工程学专业，因为成绩优异的原因，最终他以优秀学生的名义去到了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当交换生。在此期间，他依然表现得相当好，可以说在他的人生履历当中就没有一点点污点。但就在2006年，他的人生有了一个新的转折点，正是这个转折点让他在全球都排上名号了。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美国花费超200万挖走我国天才少年，谁知道该少年拿完钱直接回到了中国，让美国白白吃了一个哑巴亏。关键吃完亏还什么都不敢说，这个少年到底做了什么？2006年的时候，因为表现优异，陈家树获得了代表香港大学和全球70多个国家120多名学生，一共角逐美国的富布莱特科学奖学金。可以说这次聚集了全世界的精英，都是各大名校选来的优秀学生。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奖学金，这是美国官方亲自设置的教育资助金，目的就是为了替美国招揽人才，选出世界上最拔尖的人才。这个奖学金的含金量非常高，并且奖金也非常的高昂，达到了超200万的奖金，也吸引了不少的天才前往美国。最终全球有27名优秀学生拿到了奖学金，陈家树就是这其中之一，同时也是第一个中国学生能够拿到这个奖学金的，因此陈家树一下子出名了。当时也是不少美国大学还有企业都向他提前投来了橄榄枝。陈家树不仅获得了200万的高昂奖学金，同时还拿到了跳级学习的机会。他可以靠着这次机会选择去美国顶尖学校直接读博。最终陈家树选择了美国加州大学。可以说美国这是花了200万挖走了我国顶级天才少年。陈家树刚走的时候，还有不少国人吐槽，这是又被挖走了一个人才啊，这一走估计是不可能再回来了。毕竟美国那边无论是做学术研究还是待遇，都是在国内的环境要好很多。所有人都觉得陈家树可能这辈子都定居在美国了，但是就在美国博士毕业之后，扭头陈家树带着这200万奖学金毅然决然地回国了。当下可是让不少人高兴坏了。美国拿200万奖金挖走他，但是他拿了奖金学成后直接回到祖国。老美这个哑巴亏吃的是真憋屈，但是他们还不敢说什么。陈家树回到美国之后，他的老师和同学都以为他不会再回来了，但是在2013年学成之后直接选择了回国。其实在此之前，美国不少企业想要招安他，但是面对这些诱惑，他只说了一句绿卡我不要，毕业就回去报效祖国。毕业之后他立即就回国了。在回国之后，他没有去任何一家企业，而是选择创办了一家科技公司。这家公司叫加特兰微电子科技公司，就坐落在上海。公司主要致力于微米波传感技术，在汽车无人驾驶领域的发展研究，同时还涉足了智能家居等一些领域。虽然是一家新创办的公司，但是陈家树的公司很快就在众多公司中崭露头角。尤其是2015年的时候，陈家树团队研发出了全球第一颗 77GHz 雷达收发芯片。
这一技术让我国也突破了这一方面的瓶颈，再次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。同时，陈家树也获到了2018年度影响世界的科学家之称。很快，陈家树的公司也站稳了脚跟。公司稳定之后，陈家树除了做研发之外，还会抽时间参加全国各地的讲座，分享自己的留学经验还有创业经验。对于那些提出帮助的学子，他也会毫不保留地提供帮助。1984年，浙江宁波一个普通的家庭之中，迎来了一个新生儿，他就是陈家树。因为父母需要常年在外打工，所以陈家树从小就被爷爷奶奶照料，在乡下农村一起生活。俗话说得好，隔代亲隔外亲，因而陈家树自小便被爷爷奶奶宠爱，加上乡村淳朴的民风，不受过多拘束的陈家树便十分活泼。陈家树与同龄的小孩子相比，甚至更调皮，可以说是村里的小混世魔王。据陈家树的爷爷回忆，陈家树少时顽皮，他和老伴都拿他没有办法，可没少让他操心。但是陈家树天资聪慧，4岁时便有极强的观察能力。夏天天气炎热，于是晚上便打开电风扇，哄着陈家树入睡，却又担心吹风太久容易感冒，于是不久便关闭了电风扇。睡梦中的陈家树感到炎热，又转醒过来，调皮的他哪里肯关电扇，于是发起脾气。爷爷便拿着与电扇插头不同的插座比划，哄骗他说停电了。聪明的陈家树一眼就识破了爷爷的伎俩，自信地说，插头和插座都不一样，就算有电也不能用。爷爷老脸一红，内心也是感慨孙子的聪慧，于是便时常教导陈家树。陈家树渐渐长大，到了入学的年级，因天性活泼好动，他的父母担心入学之后，陈家树无法适应学校生活。但事实往往出人意料，陈家树在学习的时候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在班级中异常听话。陈家树父母觉得十分惊喜，这说明陈家树对学习这件事还是抱有很大兴趣的。虽然陈家树仍旧顽皮，但是在面对学习这件事，还是能够沉下心来好好完成学习作业的，成绩因此也是名列前茅。与此同时，年幼的陈家树对于电子设备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。相较于其他同龄人做完作业就玩个不停，陈家树除了日常陪小伙伴外，反而时常对着爷爷的收音机瞎琢磨。好好一个收音机被他拆得七零八落。但因为家庭条件一般，陈家树的父母痛心孩子的败家行为，认为不可以再这么让他玩下去。正欲打算教训一下陈家树的时候，被爷爷给拦了下来。爷爷知道这是陈家树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，不算是一件坏事，加上陈家树成绩优异，也就放任了他的行为。其实从这里也能看出，年幼时陈家树对电子产品的琢磨，为日后学习相关专业奠定了坚实的认知以及兴趣基础。但天才的成长向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，陈家树很快便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挫折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曾迷茫失落，但终究玉汝于成。后来到了初中，陈家树的父母本以为这种认真学习的状态可以延续下来，但事与愿违，陈家树的成绩一落千丈，整天无心学习。为了孩子的未来，陈家树的父母多次与陈家树谈心，彼此之间聊了很多。好在陈家树在大是大非上面拎得清，也逐渐意识到了父母的良苦用心，随后慢慢的改变自己，促使自己重新回到原本的道路上。天性聪慧的陈家树奋起直追，很快便将之前落下的功课补了回来，成绩直线上升，进步飞快。之后的陈家树在父母的鞭策下，刻苦努力，用功学习，直至高中，学习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。2003年，陈家树参加高考，稳定发挥，取得了极其优异的成绩。当时复旦大学和香港大学都看上了这个香饽饽，纷纷向陈家树发放了录取通知书。面对两难的抉择，陈家树心系家庭，为了减轻父母的压力，陈家树选择了花费较少的上海复旦大学。时间来到大学第2年，此时的香港大学为了吸纳人才，提升学校的知名度，于是面向整个大陆招收优秀学生。听到这个消息，陈家树喜出望外，果断参加了报名。
而后陈家树凭借着优异的学习成绩、异于常人的专业天赋，得以拿着全额奖学金进入梦寐以求的香港大学。2006年，成绩优异、表现突出的陈家树被选中，获得了校方提供的一个交换生名额，前往美国的卡耐基梅隆大学进行交换学习。其实早在出国之前，陈家树的导师就找到了他，语重心长地同他谈话，希望陈家树可以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，学有所成之后回国做贡献。老师的谆谆教导陈家树一直放在心上，在他看来，爱国是最重要的。科学没有国界，但是科学家有国界。陈家树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举动也获得了不少点赞。其实当初他在美国或许能获得更高的成就和待遇，但是他选择回到了祖国，将自己的所学都报效给养育自己的祖国。这样的人才，才是我国最应该培养的。